可以说是破天荒，就是国安部部长陈文清出任政法委书记，取代郭声琨由国安部部长来接任政法委书记。这个王小洪都被他领导。这个胡锦涛、胡温时代政法委书记是属于常委，在习时代7常委之后，政法委书记就不是常委了但是依然是公检法这里面最高级别的最高级别。之前都是由公安部部长出任，这一次由国安部部长。就之前在周永康时代、孟建柱时代，那叫做对内以维稳为主，所以就叫公安部部长来出任政法委书记。大家知道这个政法委书记它不仅仅是公安，它是公检法全部都归政法委管。之前是公安接任的时候呢，你检察院和法院配合公安，现在说白了就是20大里最重要的说国家安全现代化，就是他要把对内之前的维稳的这种方式，就是一个桌子上，说白了公安说要抓这个人，检察院赶紧准备材料，法院赶紧起诉立案，3天搞定抓人，这叫快速通道。现在国安任这个政法委书记，说白了国安说海外谁谁谁我们要搞检察院上，法院准备，就是要对外维稳把之前的那一套全部搬到海外来，是由国安牵头，就要开始对外扩张加维稳。扩张的是他的权利，各种各样的权利。第一，国安部负责啥？情报。他如果国安部接任政法委书记，就是对海外情报先行，公安的力量的权力往外延伸，接下来就是检察院的力量往外延伸，以及法院的力量。如果说之前那都是在海外叫做认知域之战、意识形态之战、舆论战、网络战的话，接下来可能就是实打实的海外抓人。国安部呢就负责海湾暗杀、情报收集。就如果说第一排，我们绝对是站在第一排，他的枪声、他的子弹声、他的所有的炮弹声，我们是第一个知道，因为针对咱们的布局，就是接下来针对所有海外中国人的布局，以及所有未来几年以后，如果中共不灭全世界只要和他作对的非中国人的布局，他就是一步一步这样的。首当其冲的一定是台湾，记住就是香港现在所做的，就会搬到台湾去。那除此之外，那海外一定是英国、澳洲法国这些，甚至德国。第一排的肯定是受害者，一定是内里的中国人，你无法阻止他的扩张，因为他是10几亿中国人给他输血，纯粹的一味的防守一定是很被动，一定要转守为攻，战略性的彻底翻盘，给他们打回去。